高正鸡是最近在日本网络上面流行起来的一种鸡，我开始还以为是什么调侃呢。这个鸡火是因为有一群很无聊的日本人做了一个排名，现在这个高正鸡的排名位于第一，所以我就好奇了，同样都是鸡肉，你凭什么第一啊？肯定是什么商业阴谋。海洋脑风。我们今天就特地在东京的烧鸟战场银座找了家店，是一家非常昂贵的烧鸟店，人均1000人民币，比全日本排名第一的烧鸟店都还要贵。我其实一直觉得银座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下水道，这儿楼建的太密了，而且如果你在日本生活久了，你就会发现银座在它的光鲜表面之下，它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特别是当你走进银座的酒吧和咖啡厅，你就懂我什么意思了。废话讲太多，我们直接开始吧。すみません。8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OK。这是一家新店，我们点的是他们家最贵的套餐，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季节限定的东西。第一个串是葱煎烧，日语是negi嘛，有一点像骂人，但是很好吃。鸡腿也是最直观能感受这个鸡的特点的，你和葱根一起吃下去，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鸡的它的肌肉纤维特别的密，吃起来就特别的紧实且软弹。但是这个也跟火候有点关系，他们家葱真的特别甜。第二个菜是鸡肉刺身，也是基本上只有在日本才会吃到的菜，因为没有人会想吃生鸡肉，它是有很多个部位的肉杂糅在一起，生肉千层，嚼起来非常脆，上面撒了一点紫苏花和果味的啫喱。其实这个菜吃起来跟鸡肉没什么关系，感觉果然还是不太能理解生肉。鸡皮的那块好吃。这一串是生葵半熟鸡胸肉，它虽然说是半熟，但其实可能就3分熟吧。你们可以看到里面它几乎还是那种淡粉色，它整个的口感其实很软，像炖了很久的猪皮。这种高正鸡的鸡肉是真的非常优秀，鸡胸肉没什么油，所以非常适合蘸七味粉。下一个菜是一个鸡肉粥，非常的奇怪，它这个像糊不像粥，鸡白汤拉面里那个味道。它中间是一坨油炸的萝卜泥和一层柚子皮，但是它下面那个鸡肉奶油糊还挺好喝的，就是咸甜香，而且很顺滑，就算你吞下去之后，那个奶香也会久久的挂在你的舌根。接下来这串是鸡腿肉，非常的基本功。这家店的调味其实很轻，但是炭火的味道非常的重，你从它鸡皮的部分也可以看出来有一点点微焦，嚼在嘴里非常的韧，甚至有点像在嚼鸡脖子肉。而且鸡腿就是油脂非常丰富，你每一口都能挤出鸡油来，非常的有厚实的那种感觉。接着是一串鸡皮，我对这个鸡皮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就是它有脆有软，边缘的部分焦焦脆脆，有一点像刚煮好的锅巴，靠近中间的部分又有一点软糯，它甚至有点粘牙。接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季节限定的菜，鳕鱼白子加腐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吃起来有点像咸豆腐脑，但是把里面的豆腐换成了猪脑，但它里面的出汁用的又是鸡肉的汤啊！我到底在吃什么？稀软的腐竹就会让整个菜的口感变得非常绵密，像一个温柔的大姐姐。下个串非常的好吃，鸡肉团子，但是他家有个特点，为了提升鸡肉团子的韧性，他用了4个部位的肉，所以口感也会异常的丰富。你看它里面的汁水真的锁得非常的好，它这个高正鸡的鸡油真的泛着微微的甜味。这串是吃到今天最惊艳的一串。接着不按套路出牌，给我们上了一碗茶碗蒸，现在才上，它这个上面飘的黄黄的一层就是虾黄，下面才是蒸蛋，就是它这个虾黄的虾味真的非常的浓厚，喜欢吃虾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这个菜，但它的味道真的跟鸡没什么关系。然后这个串是我在鸡身上非常喜欢那个稀少部位，它的日语叫袖，汉字是袖子的袖，它是鸡翅膀和鸡胸之间的一小块肉。这个部位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些细微的小筋在里面，所以你嚼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脆脆的感觉。而且我这一串的表皮真的烤得特别脆，我发现尼康真的把人拍得很瘦。接下来是这个串，我不用做太多的介绍了，已经输卵管部分的肉还挺多，就是喜欢蛋液和输卵管一起嚼，会有一种鸡油口香糖的感觉。全世界的提灯感觉都是一个味道。最后一个串是鸡翅膀，它是捆烤的那种，没有签。它这样的烤法其实有点像居酒屋的烤法，但是用手把它撕开的感觉还是很爽。我们最后的主食其实我还挺喜欢的，它是鸡油拌冷面，它是用的鸡油加了奶油加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做成的一种有一点像意大利面的感觉，味道不是很重，但是鸡肉的味道非常的香，感觉加一点黑松露可能就更好了。它是冷的，如果它是用热的该多好。总的来说就是今天虽然没有任何的内脏，但高正鸡的极致口感还是让我很满意。阿吉推荐指数7.5分，卡维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炸串都可以卖到这么贵了。大家都知道炸串是日本很受欢迎的一种民间小吃，它现在居然都有米其林了，我已经开始生气了。我们其实今天来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一串。床前明月光，肚子饿得慌，举头望明月，还是炸串香。嗨，大耳娃今天我是想吃一点比烧鸟更清淡，但是又比天妇罗更香一点的东西，那就只有这家了。这档我命中注定要吃炸串。初めてです。でも以前は麻布行き行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これはコラボですか？口风美味しいです。美味しかった。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会吃到的食材。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先是一杯解腻用的生菜叶子，看到没？这就是米其林的精髓，装就完了。然后是泡菜，我们直接跳过吧。第一串是秋葵虾肉脆饼，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其实一点都不像炸串，饼皮很薄，中间裹的虾仁跟秋葵。秋葵稍微有点黏，但和虾肉的适配度很高，吃起来是咸鲜的口感。对，就是炸馄饨。下面这串我特别喜欢，炸的牛脸肉，第一口下去的感觉就是煮烂的牛舌，肉里面的热油一下就渗到了嘴里，基本上没什么吃感的。
然后这一串是极品香菇包猪肉，这个串一口下去，上巴和下巴的口感完全不一样，挤一点臭橙会更香。咬开那层薄薄的外壳之后，就是那个油香多汁的肉馅儿，再是柔软的香菇肉，香菇的汁水和肉汁融为了一体。炸串吃的是真的香，但也是真的油，我现在就已经是油光满面了。还好今天带了一包杰士派的冰爽湿巾，它是在日本便利店、药妆店都随处可见的好东西，里面富含清爽薄荷醇，这种时候擦擦脸和脖子，瞬间去油降温，很清爽，仿佛给皮肤开了空调特效。热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有被解救到。它这个涂了之后真的是很清凉。好了，我们继续吃。一是龙虾，虾头和虾胗是分开炸的，这跟天妇罗有什么区别？它这个虾头吃起来就像刚出炉的薄薄的薯片，虾身就炸得很嫩，再加上那个薄薄的面包糠，酥脆弹三种口感极为一体。好肥啊！今天的每一串都是咔吱咔吱的，包括这个鲜笋，炸鲜笋就是软中带脆，简单的调味还能激发出鲜笋本来的清甜，还不会喧宾夺主。接下来是扇贝肉，这个蘸一丁点芝麻酱就好了。咬开酥脆的外壳，里面就是弹牙的贝柱，它这个贝柱的块头有够大的，再用里面蘸一点芝麻酱，两种甜味，好开胃啊！海鲜的那种甜味就真的很治愈啊。接下来是蚕豆，我还以为日本人不吃这个东西呢。炸的蚕豆一个字总结就是臭香。成都人吃到这个会很开心哎。这个是亲嘴鱼肉卷小嫩葱，亲嘴鱼本来没什么味道，炸过之后就恰好衬托出了它那个肉质的鲜美，蘸一点甜酱和葱的味道更配。然后上了一碗荞麦面，还是抹茶味的，上面是山药泥和海苔丝儿。这个是芝士裹着小番茄炸的，培根的熏味还挺配芝士的奶香。这个很可爱的是小乌贼，它一口下去真的就会爆汁，就像在大海的口中化开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贵宾。最后一串压轴大鲍鱼，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拿杏鲍菇在糊弄我们？但鲍鱼那种弹牙的胶质感是骗不了人的，嚼着很过瘾，但是它就只是鲍鱼的味道。虽然压轴，但并没有多惊喜，还不如最后一个甜品红豆年糕抹茶冰淇淋，炸的熟透的红豆配上稠稠的年糕，那种奶心融化的感觉是有了。话说我吃到现在，整个脸还是清清爽爽的，这个去油神器还是蛮好用的。好啦，阿基推荐指数7.5分，卡玩意儿真贵啊！我是不是又被米其林 PUA 了？寿喜烧作为日本最传统的美食之一，是不是必须得找越贵的店越好吃啊？那肯定不是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心目中的满分推荐。太绝了 ！Hello， 阿基，我是大家好啊！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阴沉的雨天，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命中注定要吃寿喜烧。我们今天去的这家店是我在日本能够找到的最老的寿喜烧店，开店日期是1886年，这个真的不是骗人的。150年前别人都在开店了，想一下你还在干嘛？呵呵。すみません。予約はないですけど、今空いてる席ありますか？あ、大丈夫ですか？はい、一人です。はい。B， 他家是那种很传统的木头房子，背后是一个设计的很好看的小庭院。这是我们的座位牌，坐的位置就是榻榻米。点菜非常的简单，因为只有2种选择，贵和牛跟便宜和牛。1人份的锅真的很小，服务员先会用牛油刷好锅，然后你把蛋搅匀就可以等着开吃了。我们第一锅先放的是便宜和牛和魔芋丝还有葱跟豆腐，这个锅一烧开就能闻到酱汁的飘香。肉的话只用煮到两面没有红色就可以吃了。这个魔芋丝的颜色真的好好看，但其实这种稍微带一点红色的也很好吃。好，我们先来一块和牛卷葱，这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种吃法。真的一定要裹满这个蛋液，如果你不裹满这个蛋液的话，就是你尝不到那个肉的鲜美。真的很想好好夸一下这个酱汁，就是甜度刚刚好，再加上葱汁和牛油会分担那股甜味，送进嘴里之后，它就像一拳打到了你的这个里巴，接着你再用一大块米饭把这个香味压到你的胃里，此时此刻你就会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干饭的快乐莫过于此了。但是在煮我们的昂贵牛肉之前，我还是想吐槽一下，自从戴了牙套开了牙缝之后，吃什么卡什么，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就很容易发炎烂牙，再加上日本看牙又很贵，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更亲民的护理牙齿工具。我自己就选择了这个比较专业的洁碧小火箭冲牙器，选它是因为它已经做了60多年的冲牙器了，各种报告都能在网上查到，它的水弹是一颗颗的，滋到牙里一冲一个准，什么后槽牙、窝沟这些地方都能全方位照顾到，残渣冲出来的时候，嘴巴都能感受得到，升级了之后的水流更稳，打在手臂上也不会疼，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牙齿。现在点击评论区还有优惠券可以领，可以说非常划算了。好，来继续干饭。接下来是和牛卷魔芋丝，它太卷那个蛋液了。这个魔芋丝就是特别能带汁儿。就像先喝了一口鸡蛋，在蛋液里面又嚼出了爽脆的粉条。下一锅我们又加了一点茼蒿，因为刚才加了茼蒿嘛，所以我又倒了一点酱汁。茼蒿这个东西真的会让整个锅变得清香起来。我们现在来一下贵和牛，这个贵的和牛就是每一张都特别大，然后脂肪更多，再加一点水，和刚才的茼蒿一起揉进蛋液里面，再炫满蛋液提个鲜，就是饭吃。和牛的最终吃法真的不是烤，是寿喜烧，那种牛肉的甜味和酱汁的甜味，再挂上一点茼蒿的清香，这太下饭了。还有一种吃法是这样，你把和牛放在饭上，然后筷子深深往下面一夹，就自制了一个和牛寿司。而且他们家的豆腐我也是满分推荐，我觉得它最好的搭配是葱，因为豆腐本身没什么味儿，全靠葱香衬托出这种若有若无的豆香。这已经是我第2碗饭了，长胖就是因为这个嘛，无所谓了。阿基推荐指数10分，真的是久违的10分了，而且他们家真的很便宜，一个人也可以炫得很开心，卡玩意儿。